将红甲。魏爷爷知道这东西来历。我和世子一般年轻时，天下曾有4大宗师，其中之一便是这南国福将红甲。前面拦着那个就是。可这福将红甲人当年刺杀先皇，被人毛寒雕寺亲手剥了甲胄，这尸体和红甲都挂在旗上示众，这可做不了假。奇怪了，这红甲又是哪来的？会不会是福将红甲人的子女？不可能，天下红甲只有一副，如今该藏在皇城才对。我去试试。轮不到魏爷冒险。叔兄，吕钱塘。借马一用，随你用。咱俩谁先谁后，出手也得分个主次吧。我的。还好，不是4大宗师里的福将红甲。谁说不是？那这福将红甲应该更强才对啊！这红甲出自龙虎，是上古战甲。可是很少人知道，这红甲可以分成5具，对应5行：金木水火土。这是水甲，大雨倾盆，威力最甚。那2个打不过他的，叫他们让开。停手！回来！朝我来的。这就完了？福将红甲一化为5，确实不如归一时强悍，可也不至于那么容易被击败。这都没死。虽身有死，这已经不算活人了。
到底是人还是仙？知道他好强，我怕是对付不了。小舅子还真不好杀，硬杀没戏，再找机会吧。幸亏我练的是刀，不然瞧见前辈刚才这2剑，怕是落下阴影，再也没有提剑勇气了。你的刀也不怎么样。哎，呵呵，怎么样，小丫头？比不过白虎脸。那丫头是不错，可与我相差甚远啊。人家双刀舞的比你好看，嘿嘿，我也会漂亮剑法，长得也比你好看，啊，这也能比呀？所以我不做你徒弟，别想来。你的天赋真的不比外头那小子差，若跟我学剑，必成大器。我这身份，本事越高，死得越快。你怕姓徐的小子杀你啊？我看他舍不得。呸！那家伙阴险毒辣，什么事做不出啊？我教你啊，保你胜过他。不学，练武太苦。想学的时候记得告诉我啊。为什么非要教我？你天赋不错，还有那蛮不讲理的精气神也合我心意。嘿嘿。他呢？那小子天赋不错，只是心思太深，还得再看看。这2剑断了生机，可看上去还活着。怕是最后一口气了。兄弟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？看来是不想说。他不是不想说，是不能说。怎么讲？我看了，这人神智受损。神智受损？刚才出手可不像。看，整个甲州内部都刻了。是什么？其中奥秘，就怕要问车上的人了。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那红甲人身上的。这面刻的是什么？瞧着诡秘，这世上怕是没人知道底细了。小子心思不正啊，拐弯抹角来探底细。前辈知道。知道你就说呀。这是真气，真气。这符箓是用特殊材料刻下，作用是流通真气。真气在这些纹路中流通，不仅仅是流通，还能储存真气。最奇妙的就是，这符箓将真气传入这里，脑袋里。所以说，外面那人不是天生神力。这红甲阴损得很，等于是培养一批死士，再用甲内储存的真气助其伤人，所以我才下了杀手。那里面的人，
宁死也不会投降。人买了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把那套甲带走了？如此手段，研究看看。前辈说这福将红甲一共5具，虽说这次只来了1具，难保下次不会全都出现。谁说这次只来1具？方才在树林里还有3具等着。就刚才？那为什么没出现？当然是怕了老夫了。等等，这样加起来也不过4具，还有一个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不好，宁峨眉，世子，世子，遇袭了。世子，有一红甲人偷袭凤子营，结果如何？是在下无能，凤子营死伤了40多人，都无法留住那个人，只是将其逼退，最终还是被他逃脱了。宁峨眉甘愿领罪，只求世子饶了凤子营剩余的将士。按北凉军律，作战失利，兵将无能，是何责罚？最少鞭挞，最重斩首。我们这边也遇上了红甲人，他们2个对此可是束手无策。你能将其逼退，已是难得。我再多问一句，激战中，凤子营可有未战后退之人？一步未退，只有战死的凤子营，没有逃命的北凉兵。好，死伤过半，勇战不退，可称骁勇之士。此战凤子营勇战得胜，有功无罪。起来吧。宁峨眉替凤子营谢过世子。你把剩余将士带回北凉吧。现在看来，此去东行怕是条死路。北凉铁骑何曾怕死？阵亡的士卒要不要回家？你把他们带回北凉，然后再赶回来。我会放慢速度等你。收买人心的手段不错，新兵的不好说，剩下的兵卒恐怕会为你战死。凤子营没那么容易被收买，我也不愿他们战死。你是世子啊，他们为你死是天经地义。我接手北凉就是为了颠覆这样的天经地义。这小子有点古怪。不说我，前辈方才那2箭惊天动地，我还是忍不住想问前辈名号。我用剑，你可以猜猜。不用猜了，他是李淳罡。小丫头，你怎么猜到的？剑神李淳罡。60年前，剑神李淳罡横绝一世，一把木马牛，战遍天下，未逢敌手。你的剑我听说过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自己是谁，又有谁还能记得木马牛啊？原来你当时听见了。60年，您今日几岁了？修真气的活得都比普通人长，你小子一身大黄庭伽蓝，比我还能熬呢。那既然是上一代剑神，你的剑呢？就你，不能问吗？没什么不能问。与王仙芝一战，我的木马牛被他双指折断了。王仙芝赢了，剑都断了，当然是他赢了。然后你要去挑战王仙芝？我就拿个剑匣，不一定非得挑战他。你知道徐丰年要去武帝城？知道。那你还去？你以为我躲在地下是因为败阵断剑怕了王仙芝吗？难道不是？大家打输了有什么可怕的？我躲着，只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是个蠢货而已。
世子，咱们要是绕道而行，1天不到就能离开雍州。如果走后山，恐怕要3个时日。我知道。世子，车里真是李存刚？应该不假。这都怎么了？一个名字变成这样。那可是剑神李存刚啊！江湖代有奇才出，这一位独占鳌头50年，他当年的剑法那是冠绝天下，这风采宇内无双，真是令无数侠女痴迷，天下剑客敬仰啊！朱兄，你也痴迷李剑神吗？我可是听他传说长大的，对我来说，他就像剑神林凡一样。青鸟好像没反应啊。我就是个丫鬟，嫌贫爱富的，对穷老头什么的没兴趣。姓林的，你呢？吕钱塘，你呢？吕钱塘，我好歹是个读书人，他若能考上状元，我便钦佩。这闷葫芦。咱们抓紧赶路，晚上住观里，遮风挡雨。怎么感觉世子越到青城山，就越高兴呢？999感冒灵，家中常备，暖暖的很贴心。999感冒灵邀您继续观看《雪中悍刀行》。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个道观？我掐指能算。那可真厉害。世子，这道观有些古怪。哪里古怪？后院的树都被人给伐了。哦，都用来烧火了。烧火了？当时找不到木柴，就把树都给砍了。啊，原来世子来过。3年前跟老黄住过这儿。你过得也不容易啊。苏兄和吕钱塘出去捕猎了，看看能不能搞些野味回来。要我说，还是人多好。上回我跟老黄窝在这儿，饿得头都晕了，就没人愿意出去找吃。怎么？什么东西？砸人啊！凤子英不在，今晚就是最佳机会。那个吕钱塘之前不是读书人吗？看起来身手一般，我们就把他当做突破口。你倒是挺了解的。哎，你听到我说没有？就这么说定了。青城山的白果鸡，这都被你们找着了，这下有口福了。世子喜欢就好。吕钱塘呢？在外面呢，说要守着马车，不用搭理他。
整天阴着个脸，看着就烦人。哎，我要鸡腿。嘿嘿。哎呦，老黄也喜欢抢鸡腿。金九黄，我只知道他叫老黄，好吃懒做，烤地瓜最在行。来啊，要吃自己拿。嗯。手上拿根棍子干什么？添把火。莫名其妙。嗯。3年前，世子和老黄在这儿待了多久？有些日子。怎么会留在此处？不是留下，是被山匪抓了。这山里有山匪？是啊，看见火光来的。没杀你吗？是群傻乎乎的山匪，有老有小，看我跟老黄饿得不行，还分了半只烤鸡给我。还有这样的好事？到后来都成了朋友，离开京城的时候给我塞了好多吃的。重游旧地，是想再遇故人。还真挺想见到他们的。若是能看到火光，没准真会出现。把三姐交出来！人还不少啊！这就是傻乎乎的山匪。不是他们，奇怪了，这应该是他们的地盘。世子，我常在江湖行走，依我的经验看，占山为王的山匪被换了人，就2种情况。还敢聊天？拿我当假人呐？就是。赶紧把钱掏出来！掏出来！站这边，女的站在这边来。第一种被夺权赶走，男的我们是。那第二种呢？被新势力赶尽杀绝。我们一个也不浪费。小丫头还学着别人拿匕首。各位大爷，我若是交出这位美人，能否放过我们？反正我们都要死了，能不能再问个事儿？之前的老孟头去哪儿了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待会儿我先砍的就是你。淑秀，世子，一个也别让他逃了。都努力一点哦。给我上！是。别着急走啊，进来聊。饶命！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大爷饶命。来京城多久了？1个多月了。时间这么紧，没见自己的寨子吧？寨子是原来人留下的。你把他们杀了？没有没有。但是我知道他们惹祸了。惹祸？惹什么祸了？枪个老神仙抓走了一个10几岁的小丫头，然后姓孟的那伙人又去登门要人，结果一个都没出来。小雀儿，青阳为什么要抓那丫头？听说青阳的老神仙擅长采阴补阳，可能是看上了。抓进去多久了？我们来之前的事儿，不到2个月。大爷，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我都说了。杀过多少人？没杀过，我们都是苦人，都是被逼无奈干这个的。
魏爷在。往南不远有个小坡，过了山窝就是寨子，麻烦魏爷帮我看一眼。好。把人给我看好了。世子放心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世子去哪儿？出去走走。一起。这儿便是阴阳亭，传说青城以此亭为界。山下是阳间，山上是阴间。阴阳恐怕没这么容易分清吧？是啊，这世上本就是阴阳难分，人鬼莫辨。纸笔给我。别动。当先。啊，现在？就是现在。上去啊！从小，我师傅就让我在泥路上翻扛抬背，我的马当然好了。是吗？嗨，师傅，我师傅，师傅，别办，不行，师傅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看啊，我就这么轻轻一踢呢，你就摔的是嘴啃泥呀！你练的这种马步啊，在我面前耍什么嘴呀？啊，起来！你还在等什么呀？我在等你传我功夫啊！你这个傻小子，你不把你原来会的打出来，我怎么知道你到什么程度啊？我怎么教你啊？好，那我就打一套先师教的伏虎拳给你瞧瞧。好。是练武的好材料啊！哎，师傅，这绝世武功很难练吧？不难，这第一天练功啊，很简单啊。练功还有简单的？有啊，保护好自己。保护好自己？我走了。哎，师傅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你没听明白啊？保护好自己。哼！保护好自己。记住，保护好自己呀！公子伏虎，我练的是伏虎拳，我练的是伏虎拳。你回来啦！你让老虎追我，
是教我武功还是让我送死啊？你死了吗？我死了，我能活着回来吗？所以说我没让你去死啊。就算不是让我送死，也不是教我武功吧？阿坤，你学的是伏虎拳，我让你去伏虎，这不正是学以致用吗？伏虎拳只是一个拳法的名字，我又不是武松。好了好了，看来呀，你是惊吓过度，惊魂未定，吃点药就好了。哎，拿着，小儿惊风散啊，记着，早晚各服一次。哎，看看。你学的伏虎拳那是洪拳的一种，源自少林，跟我学的可谓是一脉相承。本派武学有个入门的口诀，叫做未学打拳，先学扎马；未曾打人，先学飞打。嘿嘿，慢慢你就理解了啊！嘿嘿嘿嘿嘿，阿坤，记得吃药啊！阿奎，阿奎，师傅你，阿奎，起来呀！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你怎么还不去挑水啊？师傅，我都已经在练功了，这些扎马、挑水的基本功就不用再练了吧？哦，你觉得你现在练得不错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好，来，来。你现在挺直身子，用力向木桩拍一掌。现在，你再试试，扎稳马步，借助马步的前冲力，再向木桩拍去一掌。记住，马步是基础，我要你扎稳马步，腰马合一，力从地起，有大地之声，再加上马步的前冲力，集中攻击一点，你的功力自然会增长好几倍。原来是这样。挑水去吧。哎，师傅，这挑水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，可是我渴了。好吧。爹，娘，孩儿现在每天不是练功就是干活，身体比以前好多了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虽然有时候师傅古里古怪的，但是他武功高强，留在他身边，一定会学到上乘功夫的。这样，就可以早日下山，替你们讨回公道了。也希望爹娘在天之灵保佑孩儿，能够早日学成下山。师傅，您这练的是五行拳。没错。哎呀，我还揣摩了一晚，再伤脑筋去哪儿找禽兽？原来在这儿。你说谁是禽兽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让你跑！
老爷，我找到梁坤的下落了。什么？他就在白云山上的能人寺里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召集人手，跟我上山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到那儿不许轻举妄动，一定要看我的眼色行事。记住，一定不能伤他性命。知道。师傅，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阿坤呐，我想问你件事情。在来的路上，我听说有个叫孙腾蛟的人，逢人就打听你的消息。你认识他吗？我当然认识他，他是我的杀父仇人，害我的真凶。他来这边了吗？阿坤，你不可以轻举妄动。就你眼下这点功夫，还想找他去报仇，你就是白白去送死。你这样做，岂不辜负了你的父母吗？可是他是杀我！不要再可是了，眼下你还是保命要紧。我带你上这儿来，就是想让你避一避，一定确定没有异状，你再上山回寺。不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哎呀，光我一个老和尚，他们不会动手的。如果你去，那就难免会有一场大战。走，快，走啊！师傅。走。老和尚，请问，你这个寺庙来没来过一个叫梁坤的？梁坤，阿威呀，你的俗名是叫梁坤吗？不是。哦，你呢，玉琪？不是。那你呢？啊？我也不是。哦，都不是。老和尚，你就不要再跟我演戏了。我手下要是搜出来，我可就不是这个态度跟你说话了。老爷，我们搜过了，除了他们几个，确实没有其他人了。连衣物和杂物都没有吗？是的，真没有。啊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上！你干嘛？是佛门清净之地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可不能骗我！不会。师傅，你为什么不出手？师傅想出手，他出手比师傅快呀。你确定是能人寺吗？没用的东西！走！这次饶了你，老东西！师傅，好疼啊！师傅，阿弥陀佛。那老和尚根本就不会武功，你说的那个高手呢？哎呀，这梁坤他逃走的那天晚上，真的是月黑风高啊！但是我确实看见有个光头和尚把他给救走了。你蠢货你！哎，哪个和尚不是光头啊？哎，没用的东西！走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样啊？啊？这，嗨，没事儿。嘿嘿嘿，孙腾蛟的武功啊，比我师弟差远了。哎，那这三位是？哦，这个是新来的俗家弟子，这两个小沙弥呢是华云寺来的，住持让他们过来跟我学习的。哎，想不到头一天就差点，哎呀，痛得要死。哎，
你们知道为何陀佛让我们供香吗？不知道。那是因为燃香时香自灭而留香与人，檀香将己香传给他人，却忘却自己。这就是陀佛教导我们舍己为人的精神。你也被打了。我这是舍己为人啊，舍己为人吗？我是学佛的，我也是学武的，怎么被人打呢？那两位，告诉他们那3个小师弟，本派武功入门口诀是什么？为学打拳，先学扎马；为学打人，先学挨打呗。先学挨打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啊，今天就是你们入门的第1课啊，学习挨打，挨打，挨打。哎呀！3位小师弟，梁坤对不起你们，实在对不起。我一定早日学好武功，下山去找孙腾江报仇。当初我收你为徒，是看在你是一个练武的奇才，我这才打破不传武功的原则。可是面对今天的事，你却仍然不珍惜那些人所为你做的牺牲，却一心想着习武报仇，你岂不是辜负了他们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只想你能透过学武，在武德中修习心性，放下那颗复仇的心，如同那些为你付出牺牲的人，你的父母，还有3个替你挨打的小师弟，他们从来都不对你所求回报。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都无法忘记我娘是怎么死的。放不下。我没有逼你现在就放下，我也知道这需要时间。梁坤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，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都传授给你，你是否愿意全盘的接受？不管是武功，还是这里，只要你愿意教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愿意，都愿意。那好，吃饭啊，吃饭啊，吃饭吃饭。哎呀，安姑娘，你这是何苦啊？君师傅，梁坤现在不在这儿了，也没人给您挑水了吧？以后我帮您挑水。哎，姑娘，你不必如此啊，来。那您就给我剃度吧，就让我清灯沐浴，了死残生，这样我就可以在这儿留下来帮您干活了。姑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放下能让你得到真正的快乐？我就是想让那个大笨蛋知道，我爹不是他想的那样的。而且你还想知道，他虽然已经无父无母，可是在这个世界上，仍然有一个人，始终在关心着他。觉音师傅，那您真的不能让我留下吗？姑娘，你要走是你的决定，不过你要留下来也是你的决定。万物唯心，我和梁坤可不能左右你啊！让我留下，我以后就帮您干活。哎呀！喂，你干什么？我又不是为你来的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对，他不是为你来的，是为我来的。
阿弥陀佛。哎，嘿嘿嘿，傻小子，光顾着挨打了吧？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有没有看清楚安姑娘的拳法和拳路？挡都来不及了，怎么看清楚啊？哎，那是因为一开始你就不懂得如何去观察对方的攻击方式，只想着一味的攻击敌人，看人家出手你就想出手，人家踢脚你就踢脚，如果人家手脚连用，无怪乎你就无法应对。哦，明白了，师傅。哦，明白了，那就继续练。哎，不过这回啊，不许你出拳，只许你仔仔细细观察安姑娘的拳法漏洞。啊，那我岂不是站着让人打？自个儿保护自个儿吧。哎，师傅。我说过我会替你找到杀父仇人的，也一定会替你找到阿坤的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没有说你不会替我找三哥，只是那大人他……那大人？难道这个那大人比我更了解你吗？更在乎你吗？大哥，我累了，我先回房休息了。素未谋面的梁伯伯，还有只有一面之缘的梁婶婶，你们的儿子梁坤已经彻底学乖了。现在他成日练武，特别努力。在这儿有绝音师傅督促他，而且还有我照顾他的吃喝拉撒睡，所以你们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。现在你们只需要保佑他能够早日学成下山，替你们报仇就好了。庞会长，您就放心吧，在下一定竭尽全力。那这一切就拜托胡老板你了啊！庞会长，哟，那大人，哎呦，那大人，你已经来了，真是抱歉呐，有失远迎啊。庞会长，您太客气了。哎呀，哪里，您是贵客，本应该去迎接您嘛。庞会长，各位，真是对不住啊！我来晚了。哟，克律顿大班，哎呀，我一直在找您呐，好好解释解释上回的事情，真是，请您多谅解啊。那大人。庞会长，克利顿大班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赵老板，赵老板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克利顿大班，赵老板那可是前途无量啊，今后会馆就要靠他这样的人才来接班了。庞会长，您实在是抬举我了，晚辈来此就是向各位前辈来学习了。哎呀，客气客气。哎，诸位。怎么都站着呀？啊，坐呀！来，坐。哎，坐。哎呀，我今天呢来晚了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自罚一杯啊，来，先干为敬。哎，今天这桌酒我来啊，谁都不能跟我抢。来，都倒上。赵老板，师叔，
你眼睛里还有我这师叔啊？在赵钱眼里，师叔永远都是师叔。赵钱，你要是真把我当师叔，你以后啊，到商行还是不要表现得太过积极。行商的职务是晚辈梦寐以求的，师叔不是一直也想加入商行吗？别在我面前演戏了，你真的不清楚？啊，那些人真的是看得起你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那些人是看的那贵宝啊！师叔，晚辈无心与您竞争，只是那大人他一心想让晚辈加入行商。要不然这样，师叔，只要您高兴，晚辈现在就去找那大人。大不了这商行以后我不来了。哟，还将我一军呢？可以呀，你翅膀硬了。你现在是不怕我把你那点丑事给你抖搂出来了？你心里边很清楚，我受制于那贵宝，所以拿你呀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师叔，晚辈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，师叔啊？我很清楚。不要在我面前装孬种。你师父活该死在你手里。哼，就他那点本事，他怎么可以斗得过你这笑面虎啊？师叔，晚辈想加入行商，您不高兴；晚辈要离开商行，您又不肯。那您说您到底要晚辈怎么做，您才能满意呢？我说话你能听吗？你愿意给那贵宝做哈巴狗，我管不着。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，你我以后啊，没有任何情面可讲。师叔，晚辈到底做了什么，让您如此迁怒于我？晚辈一直想，只要我加入行商，可以与师叔一起打拼出一番事业。不曾想到师叔您的心胸竟如此狭小。倘若有一天师叔您得到佛光瓷的瓷谱，那整个广州的瓷商恐怕只有师叔您一人独大。赵钱的赵钱，你到底还是年轻啊！怎么着？师叔我说你两句，就沉不住气了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别看我在白云山上没有找到梁坤，但是有一点，瓷谱和配方一定会落到我的手上，咱们走着瞧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干嘛？啊！你敢跟师傅比武？不许去！啊！喂，不许去！别走！别走！师弟，你是来犯罪的，还是来赎罪的？我
是来帮你了断尘缘的。师傅，师傅。 师弟，你我斗了50年了，难道非要至死方休不可吗？好，反正你也打不赢我，后会有期。阿弥陀佛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这样像没事吗？ 缺心眼儿啊！如果能尽快当上皇上，将来手上肯定会有大笔大笔的订单。只有我把江氏陶坊经营的有声有色，李儿肯定会看到我的能力，到时候他也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。眼下那大人已经够难对付了，要是这梁坤现在出现，我肯定又多了一个敌人。 我实话告诉你，别看我在白云山上没有找到梁坤，但是有一点，词谱和配方一定会落到我手上。